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王阳的 Config UI 系列教程。那么之后的 Config UI 教程呢，就已经不是入门篇了，应该是我们的进阶篇。这一期呢，应广大小伙伴的要求，勉为其难，我想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AnimeDiff 的动画生成入门吧啊。其实要说到这个 AnimeDiff 的功能模块调用和使用很简单，但是想要用它真正的生成一个好的视频、精致的视频就比较难了啊。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为一种易上手难精通的一个插件。至于为什么呢？那我们之后来慢慢体悟啊。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打开这个 AnimeDiff 的项目啊。首先使用这种大型插件呢，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这个项目现在的进展和它所涵盖的内容。对于 AnimeDiff， 大家应该都听说了，它已经推出了这个运动 V3 的模型了，对比之前的 V2 是有了不少的改进。这个模型的配套资源，也就是配套的一些东西更多。在开头的一句话就说到，这当中呢要使用一个 Adapter 的一个适配器啊，这个适配器是一个 LoRa 模型，对这个运动呢进行一个微调，同时呢它对这个推理以后的效果有极大的改善。第二个呢，他们还推出了编码器。那么这个编码器呢，有以下两种，我们往下可以看到啊。第一种呢是这个 Scribble， 就是我们之前 ControlNet 的一个涂鸦描边的算法。第二个呢是 RGB， 就是一张图像，对于图像的识别。所以这两个呢算是 ControlNet 的控制。而上面第二个呢是 V3 的主模型啊，就是运动模型。第一个呢是 Adapter 的这么一个 LoRa 模型，大家要分清楚啊。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结构。那么我们下面来看它的一些演示啊。第一个就是用 RGB。只给了一张图，加一些简单的提示，它就有一些动感。那下面自然不用多说，就是通过涂鸦的这么一个原图像。那我们之前用 ControlNet 预处理器处理的这个涂鸦图像，也可以用它来生成对应的视频。那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主要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结构，因为现在发展到 V3 已经比较复杂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它的 Config UI 这样一个插件的结构了。这里很不幸的是，就在欧阳正准备内容的时候呢，这个插件进行了更新，而且是进行了巨大的更新。这个节点可以看到它的输入接口是非常多的，对 LoRa 模型的调整，对运动模型的调整，以及对关键帧的调整，更新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以后要探索的高级内容。大家呢也不要先入为主，觉得它特别的复杂，其实运用很简单，而且利用现在这个 V3 的模型也能出来不错的效果。那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资源了。这是历史以来所有的模型 MM 开头的是主要的运动模型，也就是我们这个 AnimeDiff 处理模块它需要加载的模型。14呢其实是第一个版本，那15呢是第二个版本，15 V2 就是15版的升级版。那再往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 V3， 一共就是这么4个主模型，这些模型只是对应 1.5 的基础模型。如果想用 SDXL 的模型呢，这里它还有一个这个 SDXL V10 的一个 bit。目前呢，大家可能用这个用的比较少，用的更多的是第三方的叫 Hardshot 一个 XL 的模型啊，运动模型啊，这里说的都是运动模型。那下面这个 V2 一堆的 LoRa 是什么呢？其实是对应了 V2 模型当时的一个运镜效果。通过加载这个运动的 LoRa 模型呢，我们可以实现放大、缩小、平移、倾斜以及旋转。这些运镜呢，在我们专业的视频领域呢，基本上统称为推拉摇移。我们选择不同的 LoRa， 它就会实现不同的运镜的轨迹运动。那当然，对于现在的 V3 模型，它还是运用不了的。可能未来呢，也会出针对 V3 模型的这个 LoRa 运镜模型吧。反正它涉及到的这个模型大大小小的是比较多。当我们弄明白这些结构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插件的使用了啊。这里还忘记说了两个啊，下面 V3 上面这有个 Adapter，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个增强 V3 模型推理的适配器，一个 LoRa。再下面两个呢，一个 RGB， 一个 Scribble， 针对于这个 ControlNet 一个配合。说到这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来到 Config UI 了。这个前置内容比较多，这里呢我们就直接以服务器来举例吧。那结合我们之前所学呢，这里我们直接来个精简的，就用这个效率节点 EFF。我们这里呢用一个基础的采样器，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加载器，也是普通加载器。所以这里我们就是用 1.5 的模型。首先呢，我们加载一个我们之前不是用的 Dreamshaper 的 XL 嘛，这一次呢我们用它的 1.5 版本 Dreamshaper 的这个8，这个效果呢也还是不错。接下来呢，因为它是基础版本的效率节点，所以说它没有管道，我们直接一一对应的都给它拖过来，就完成了连接。简单的来出一个图像，一辆赛车在这个跑道上疾驰。第二行我们给它一个卡通的风格，第三行我们加一些通用的质量描述词。负面这里呢，我们也来一个通用的负面，我
这里套一个 embedding， 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么一个 embedding。这边呢，我们给到它15步就够用啊。这里比较特殊的是，我们用这个 DDPM， 一来呢是对模型的兼容性比较好，二来呢它可以稍微在低步数的情况下出一些质量还可以的图像。OK，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图像还是不错的。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挑选一些想要的图像，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固定种子，之后呢，我们就正式进入主题来说我们的 AnimeDiff。首先呢，如果你没有安装插件，我们还是要通过管理器或者通过秋叶的这个插件拓展管理器来进行 AnimeDiff 的安装。那这里呢，我们要安装的版本呢，并不是 AnimeDiff 的原版啊，直接搜索 AnimeDiff。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两个插件啊，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AnimeDiff， 这个算是一个主线，而我们现在呢用的更多的是一个分支，就是下面这个 EVO 这么一个分支，因为这个分支它完善了很多的内容啊，比这个基础版呢要多很多的节点，方便我们更好的去搭配组织工作流。那么当我们安装完毕以后，重新启动啊，一定要记得每次按完插件要重新启动啊。重新启动完以后，我们右键就在这个新建节点下方就可以看到动态扩散 EVO 啊这么一个分支。大家现在会看到很多之前的 AnimeDiff 是没有的，这就是刚刚更新的一些内容。那这里大家不要觉得头晕啊，每个有很多，其实我们只需要用到2到3个节点就够用啊。我们先看到俊1和俊2，这是2个不同组件工作流的，也就是 AnimeDiff 这个模块啊，2种不同的组件方式。第一种呢相对于简单一点，把一些这些参数都集成在一起了。第二种呢更制定一些，把很多参数都分开单独的来运行，所以说它能微调每一个部分。对于入门了解呢，我们只说第一个比较方便调用，也易于我们理解。可以看到这边就有 AnimeDiff 的加载器啊 ，loader 有2种，一种是带上下文的，还有一种是其实都差不多啊，我们都可以来点开看一下。这个板块啊，这个模块我们把它放在上头，它其实就相当于 ControlNet 一样，它也是一个独立模块。那么这个加载器呢，就是 AnimeDiff 的一个处理核心。现在我们来加载第二个，这2个 loader 看看有什么区别呢？可以看到这边刚更新，还没来得及翻译啊，这边的输入的接口要少一些，而我们这边要多一些。那么多出来的其实都是一些高级的微调功能，运动缩放和一个运动效果，其他的呢都是一样的。这里对于高级效果我们先不深入了解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带上下文的加载器来进行一个插入。那么首先对于任何一个功能模组或者是功能模块，我们之前都了解过，它肯定是要介入到一个管道中去的，对不对？通过输入和输出，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走的是哪一个管道，对吧？可以看到它是模型的管道，而不是我们之前 ControlNet 也好，或者是那个视觉编码也好，走的是那个是 Clip 管道。所以说到这儿呢，其实就很好办了，对不对？我们只需要把这2部分分开，把它插入到我们模型管道里面来，是不是就顺利的把它接入进来了？那之后呢，我们要再加载的模块是什么呢？对于这个核心来说，它还是需要一些必要的模块啊。首先第一个有一个上下文的设置，这个上下文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开发人员呢，都是特别的理工科啊，起着这个名字呢也都特别的学术。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我们就可以生成动画，只不过呢，对于 AnimeDiff 来说，出版的时候永远有个限制，就是说它的时长最多2秒钟。那么到了 V2 以后，为什么它的时长能拓展到2秒以外啊，能无限拓展时长的呢？其实啊，不是说它能无限拓展时长，而是说它加了一个上下文的这么一个设置器。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无限的续接这2秒钟啊，就2秒钟2秒钟2秒钟，加起来不就10秒钟了吗？接5段2秒钟不就可以了吗？只是说后面生成的2秒钟是要基于前面的2秒钟的内容继续往后推演，继续往后演算，而不能说前面的2秒钟和后面的2秒钟的图像完全没关系，就相当于我们这边换了一个随机种子，那它不就连不到一起了吗？对吧？所以说上下文就是干这个用的，把前面2秒钟的图像和后面2秒钟的图像拼接到一起。如果时间再长呢，就把第4秒钟的东西和第6秒钟的东西继续拼接到一起，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无限延长我们的视频了。OK， 这就是我们上下文的作用。当然了，如果没有这个上下文，我们现在直接生成视频也是可以的，但是局限就是我们只能生成2秒钟的时长啊，就这么简单。OK， 还是单独找到 AnimeDiff 的节点，在上面的第2个就是上下文。我们点击一下可以看到有很多，这里也不用头大，也是简单的那么2、3类。第一类可以看到 S 打头的，这2个是静态图像运算。那么下面这个 L 打头的呢，它是动态图像的运算。对于入门了解，我们直接选择动态上下文加载，然后我们把直接这个接口连到上下文设置。那么这里呢，大家又看到了很多参数啊，也不要头大，只需要知道简单的那么几个参数就行，因为下面的很多参数都是跟后面这些高级设置有关的。首先说第一个，一篇上下文的长度是多少帧啊，也就是多少张图片，默认是16帧。这里呢，我们设置一个8的倍数就可以，默认就16。如果我们的显存很大，可以把这个设置
置的再高一点。这就是一批次它要推理多少张图像。第二章呢是它的步幅，就是一帧一帧推理还是跳帧推理。通常让它细腻一些呢，就是一帧推理一张啊，它的步幅就是1。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前后文叠加帧数。比如说我1秒钟8帧，那么我叠加4帧的话，第2秒钟生成的图像会叠加后面的4帧，就中间的这4帧会融合，所以说它才会有上下文连接。那这里4其实是有一些多的，根据画面来，如果画面运动比较激烈，这里就可以融合的多一些。画面运动不激烈的话，通常我们可以给它降低一点，降到2，极限的话我们可以降到1啊。在下面呢就是做这个循环视频，第一帧和最后一帧是否能接上，这样的话它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OK， 那么说到这儿呢，下头都是一些高级的了。高级的东西呢也是刚刚更新，我还没有进行更深一步的测试，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先忽略，就按之前我们传统生成步骤来操作。那么说完这个以后，再往下呢就是一个动态 LoRa 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个运镜 LoRa。自然我们这里拖出来可以看到有个动态加载器，这个 LoRa 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运镜了，就是我们之前那8个运镜效果。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它只适用于 V2 模型，而不适用于 V3。我们现在用 V3 呢，其实也用不到这个。那我们接下来说的就是主模型的加载这个地方。对于 AnimeDiff 它是需要一个主要的运动模型来进行图像的推演和计算。这里呢我只下了 V2 和 V3 2个版本，现在呢就选择 V3 来进行测试。下面的调度器呢，这里常用的呢其实有线性的 AnimeDiff， 这是适用于 1.5 的，下面自然是适用于 SDXL 的。那在下面呢就我们刚才说的 Hotshot， 一个第三方开发的针对 XL 的运动模型。那再往下呢，这个动态缩放其实就是我们的运动强度。那下面这个使用 V2 模型呢，我测试了一下，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我们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对比。挂载了这个 AnimeDiff 核心以后啊，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把我们的 Batch Size， 就是批次大小，一次生成几张图，把它理解为是我们需要生成多少帧视频就可以了。比如说这里呢，我们想生成8帧，当然这个帧率很低很低啊，只是说为什么对于动画来说是8帧呢？这说到视频当中的一些理论了啊。其实了解动画制作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制作动画的时候呢，不是说24帧就是画24张图，对吧？通常都是1拍3或者是1拍2。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啊只需要画8张图，那么这8张图呢会分布在24帧里面啊。动画呢还是24帧，但实际上我们手绘稿或者是我们实际的稿件呢只有8张。如果是1拍2的话呢，那就可能是12张。这是针对于电影规格来说，就是1拍2或者是1拍3，这是动画领域的一个专有词。所以说我们要生成动画的情况下，而且现在我们的电脑的性能也是有限的，我们尽量的需要优化自己的性能，用更少的图像生成更长的视频。那这里我们比较优解就是8张，按动漫的风格来算的啊，是这么一个传统啊，是这么一个由来。所以说我们用8张来生成1秒钟的视频。那么上面这里我们上下文是16帧，也就是说它一次可以吞吐2秒钟的视频长度。 OK，了解了这些以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来生成了啊。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生成以后呢，预览它只是图像啊，它并不是视频。我们退出来以后可以看到它为我们生成了8张图片啊。我们现在可以按这个左右键啊，可以看到这样它是不是就动了啊？其实这是我们不停的在轮换这个图像，所以它才会动，对不对？那这里呢就说到我们第2个插件，就是跟我们视频处理相关的，直接搜索 VIDU。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第2个啊，视频处理助手，它主要是能给予我们加载视频、分解视频帧，或者是直接读取序列帧来组织成一个视频，就是处理视频的一个节点组插件。那当我们下载了这样一个插件以后呢，右键新建节点组，可以在这边看到视频助手插件组。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合并视频、加载视频以及加载图像啊，还有加载音频啊，我们都可以进行合并。这时候呢，我们来直接选择合并为视频，然后我们把输出的这边的图像，因为我们这边已经 VAE 解码了，对吧？解码以后我们直接把图像传输给它，这样的话呢，传输过来的图像批次就会自动的合并为视频。具体的合并规格我们要设定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帧率1秒钟是多少帧，那么这边我们起初的设定值就是8帧，我们在这边就是让它8帧1秒。是否要循环我们可以不循环，以及文件名的前缀，下面呢格式我们可以随便选。在下面这有一个乒乓，就是视频正的放到尾，再从尾巴倒的放到头，这么来回倒正放，就是一个乒乓的功能是否要开启。最下面的是否要存进 output 这么一个文件夹，我们先不存，先进行一个预览。然后呢，这边我们选择一个
个 MP4 的输出，图像的深度要比 GIF 和这个 WAV 它要高很多啊。那这里呢，我们选择 H.264 的编码，下面自然会选择一个相应的编码器以及码率。这里我们码率稍微设置的高一点吧。在下方呢，是否要储存原数据啊？这样的话呢，它就会自动合并我们这1秒的视频。我们再来重新生成一下，可以看到啊，这1秒钟它就自动变成一个 MP4 的视频了。那么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我这个车为什么感觉不动哈？这就是需要涉及到一个动画的调整。比如说我们之前所说的，那用了 V3 的这个运动模型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用一个 adapter 的那个适配器？那么这个 LoRa 呢，下载下来把它放到 LoRa 的文件夹，集成节点这边我们选择 LoRa 啊，下面呢我们找到这么一个 LoRa 模型，同时呢这个强度啊，我们上来呢不能直接就给1啊，调试一下，先给它 0.5， 比较保守，对吧？来生成一下。OK，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变化不是特别大，我们这个主摄物还是不动的。这里呢，我们可以让它再随机，我们再让它生成一下。同时呢，动态缩放呢，动感呢给它加强一点，加强10%吧，我们再来生成。OK，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稍微有些动感了，对不对？冒着尾气向我们开过来了。其实现在我们看着运动幅度小呢，其实还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就是它的时长。我们给它的时长太短了，所以说它在起和落之间呢没有运算的这么一个空间。当我们把时长给的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给它16帧，就相当于是我们这边合出来的2秒钟，它的效果可能会更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渲染一次，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出来的这个图像，它的动态动感就更好了，但是它有一些变形了。这个变形呢就跟我们这边的一个权重有关，我们这边的动态缩放有可能高，或者是我们这边 adapter 的适配器这个权重呢有一些低，因为它这个权重越高呢，画面越稳定啊，它的上下文连接也就越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调到 0.8， 我们再看一下。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这个效果是不是就要比之前科学一些，整个的车它不会变形变得那么严重。说完基础的生成以后，我们来说一下动画的变化。如何让我们的动画进行变化呢？我们可以想到的是通过提示词，又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权重调整。那这里呢，我们先说一个提示词。说到提示词呢，我们可能又会涉及到一个插件。那这一次呢，我们要说到的插件是这个 FIZZ， 第一个 FIZZ 节点。这个节点是做什么的呢？它主要是一个提示词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关键帧，它同样也有很高级的操作，很高端的操作，但是呢也有很基础的操作。基础操作呢，我们可以为提示词做过渡，也就是说在什么时间点我们的提示词变成什么样。那么高端操作呢，我们可以为提示词的权重打关键帧，而且关键帧是可以像任何的动画软件一样，它有关键帧的曲线设置。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插件为不同的关键帧的权重来设置曲线动画，这对于动画来说应该是很高级的内容，更何况这个比较数理化，它没有办法可视化的去做关键帧的曲线，只能通过数学函数的方式来制定我们的关键帧，也就是我们的函数图形。比如说数学函数当中我们常用到的正弦、余弦、幂数以及这个商数啊，这些公式都是计算曲线的基本函数。说到深了，就和我们 AE 的这个表达式有一些相似了。OK， 这里我们就不拓展的讲这么深入的东西，只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呢还是来用它最基础的一个功能。当我们安装了这个节点以后，右键、新键，在下方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FIZZ 节点了。在这里呢，其实它分了很多种不同的工具，比如说曲线波啊，这个就是函数，数学函数，像我们之前说的线性、linear、正弦、余弦等等各方面的函数运算啊。那么这里我们要用到的是调度，调度呢，我们这里用的是批次调度，只需要用到这个批次调度的提示词。它这里呢分为3个板块啊。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关键帧备注的一个地方啊，相当于我们的时间线。比如说我们最大的帧数是多少，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16，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直接把它提升为一个变量，然后我们用一个变量来统一的控制生成的帧数量，提升为变量，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拖出来，新建一个原数据节点，我们也把它最大帧数提升为变量，输入给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在这边的提示词上给它做一些文章，也就是所谓的提示词关键帧啊。首先这里我们生成的是16帧2秒钟，那我们需要打的关键帧呢，可能也就3、4个，先给它留4个。这个语法上要注意一下，最后一个关键帧呢是不要带逗号的，逗号在这个语法里是一个连接的作用。前面呢0、12、24、36，这就代表我们的关键帧的位置。我们简单设计一下，从0帧开始到第8帧吧，它是保持统一的。从第5帧到第10帧，我们让它进行一个变化。那之后呢，10帧到16帧还会有一个延续效应。所以这里我们相当于打3个关键帧，3个关键帧有了以后，我们把提示词加入进来。第2个呢是我们的正向提示词，第3个呢附加提示词。这2个呢就相当于是 append 的一个效果，它俩最后会拼在一起的。那么这样组合下来呢，它其实只是一个正向，并没有负向。
那为什么这里有个负向出口呢？说到它这里面的一个表达式了，这个表达式它比较复杂，大家想了解的话，我们得单独讲这个插件。接下来呢，我们把提示词呢放在第0帧开始的时候，第6帧呢也是同样的。那么到了第10帧呢，我希望它的内容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希望它从一辆摩托车变成一辆赛车，那这里我们来改一下。之后为了这里有个明显的对比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名词给它加一些权重。到了11帧的时候呢，我主要想体现的是什么？是这个 racing car， 一个赛车，对吧？这里我们就可以稍微做一下提词的强调。接下来我们把它接入到我们的工作流当中。那这里我们需要输入一个 clip， 那 clip 这一帧呢，我们就单走这条线，把它的 clip 接出来，正向提示词给过去。负面的话呢，我们可以不变，直接输出我们这边的负面就 OK 了。检测一下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尝试来生成我们关键帧动画，看看效果。OK，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图像是从一个摩托车变成了一个赛车，这当中它的运动可能计算错误，感觉它是在倒退。我们稍微来调整一下它的运动参数，比如说这里我们再稍微给它 0.6 降低一点点，我们再来试着抽一下看看。OK， 现在呢，在整体的变化当中，可能它有点慢，我们可以把它降到3帧，可以再试一下。那么这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设置。其实到了高级，就和我们之前说的一样，这边的关键帧是可以设置曲线的啊，通过不同的函数让它进行一种咻或者是呜啊，或者是线性的慢慢的变化啊，各种各样的速率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整。这一个例子呢比较明显啊，比较突出，是从2个物体进行一个转换。那么这样的动画呢，其实我们通常会用到人物的动态，又或者呢可能会用到一些风景的变化。那比如说从白天到黑夜啊，又比如说人物的一个表情、微表情的变化。这里呢，我们拿人物的微表情的变化，我们再来做一个示范，改一下我们的关键帧啊。第0帧的时候呢，动漫风格的一个女孩，开始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她是闭着眼睛，难过的表情。那这个表情呢，要着重体现一下，因为我们想让她的表情之后有一个变化。那么第2行呢，我们可以让她 open ears， 让她睁开眼睛，同样还是一个难过的表情。第3个关键帧呢，从严肃变到开心的微笑，对吧？这就是一个整个3个关键帧的构成，也就体现了人物整个过程当中的微表情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时间，我想让她从严肃的表情慢慢笑起来，不是特别的快，笑得太快是不是有点诡异，对吧？所以我们稍微给它多1-2帧。那接下来呢，也没有什么，我们直接来生成。OK， 那这样呢，我们就顺利的生成了一个女孩从闭着眼睛到睁开眼睛到微笑啊，这也就是这个调度词，也就是说还是太学术啊，所有这些词儿起的都是让普通人或者新手挠头的词儿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提示词关键帧。那么说到这以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后面的拓展。对于视频的最终处理，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毕竟是512。那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处理？现在大家肯定会想到一点，就是进行一个放大。那其实呢，除了放大以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骚操作可以完成视频的后期处理。这一步就要说到关于 AnimeDiff 的第3个重要的点了，那么就是对于人物的稳定，或者是动画的2次采样，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动画的 refiner， 它能极大的稳定通过 AnimeDiff 直接生成出来的动态错误。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胳膊和手，或者是这边这个腿变成手了。那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我们是可以通过第2步的调整。那么如何调整呢？那这里呢是一个小窍门，也是欧阳无意间碰到的一个大佬分享的一个 ControlNet 的一个方式。这个 ControlNet 所调用的模型就是专门用来稳定 AnimeDiff。那这个模型呢，只有 Hugging Face 的一个原下载网站，我连 Hugging Face 这个项目网站都没有找到，所以这也是算碰上了啊。我试过以后效果真的不错。这里呢，我们就试着来搭建一下。首先呢，我们要加载 ControlNet， 但是说到这个 ControlNet 的加载呢，在 AnimeDiff 的这个流程里，原先的这个基础版的 ControlNet 是不可以用的，我们需要用到高级的 ControlNet， 也就是一个插件了。我们直接搜索 ControlNet， 下方有一个 ConfigUI Advanced 的一个 ControlNet， 它包含了一系列的 ControlNet 预运算以及 ControlNet 算是权重处理各个方面的东西一个节点组。下载了以后呢，我们来到 ConfigUI 右键新建节点组，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高级的 ControlNet。在这个分组里呢，其实也和我们之前的应用是一样的，我们要加载一个应用，它多了很多的输入接口。当然了，很多的输入接口也都是高级操作，或者是我们基础都不必要去调整的参数。它更多的拓展内容呢，就是说可以实时的去调整模型的权重以及关键帧，所以说它很适合我们做动画。首先我们接入一下正负向提示词，正向呢自然是从关键帧里面来出，负面的一样，我们从这边来走一个负面条件，拉一个离线器。ControlNet 的模型
型呢，就使用我刚才所说的针对于优化 AnimeDiff 的一个 ControlNet 这个模型呢，到时候我会分享给大家。那么之后呢，我们再把正负向提示词给到一个我们2次渲染的渲染器里，这里呢我们直接加载一个简单的采样器，直接对接过来。同时呢，这个模型接口呢，我们看一下从哪边出来啊，是要从已经处理过的模型参数给到这边来。最后这个 latent 呢，我们是要使用之前我们第一次渲染完的这个图像序列当中的一个浅空间，直接给到采样器。那这个采样器呢，我们不能让它这个降噪幅度是1，低一点点。这边的 ControlNet 强度我们也稍微给低一点，比如说给到 0.8， 让结束时间模型有一些发挥的余地，我们也给到它 0.8。那最后呢，忘了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边 ControlNet 要有个图像，这边用什么图像呢？不是预处理图像了，是我们这一边所生成的渲染的图像给到它。那直接出来我们先解码。对于图像来说呢，进行一些简单的后期处理。首先呢，对这个图像进行一些锐化，在图像工具里面呢，后期处理里面有一个锐化。对于不太大的一个视频呢，稍微加一点点锐化，有助于提高视频的清晰度啊。但是它不是说物理提高，它是魔法提高，就是说我们眼睛看的要比低分辨率的更清楚一点点。这里呢，我们稍微给它低一点的锐化值。那这个 AVE 呢，我们也从这边出来对接一下吧。然后最后一步呢，我们要给它一个补帧的操作了，这就是我们最关键的让视频流畅的一个关键点。做视频都知道啊，补了帧以后就会丝滑很多。现在我们是1秒钟8帧，它其实是一个很卡的视频，我们起码要把它还原到通常影视的一个帧速率24帧。那说到补帧呢，Configure是万能的，我们还是有补帧这么一个插件的。那这个插件呢，又说到了是吧？那么这一期相信大家已经懵了啊，接触了这么多插件，搜这个帧的英文叫 Frame，F-R-A-M-E。第一个采样补帧，这个插件它其实是一个缝合怪啊，集成了很多的补帧算法。这些算法呢，都是不同的项目它给集成在一起了。每一个补帧的项目呢，相当于是每一个节点吧。要想完全弄明白这个插件组呢，我们需要每一个补帧项目都去了解一遍。那这里呢，欧阳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了解那些，只是说挑出来一些我们常见的或者是比较好用的，我们直接来用就可以了。那这里欧阳使用的就是这一个算法。如果你要调用不同的这个节点，不同的补帧算法，它都要调用不同的模型，所以说要下载很多模型。那接下来我们回到 Configure， 我们直接右键安装了这个插件以后，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补帧的节点组，我们直接打开 VFI 这个补帧的节点，可以看到有很多。那这里呢，我们就选择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补帧算法。那这些补帧算法的节点都差不多啊，参数呢也比较简单。看到第一个就是模型啊 ，checkpoint， 我们使用哪个补帧的模型，默认呢就用这个47的一个模型。下面呢就是补帧的缓存，这个呢我们可以保持默认。最下面是一个乘数，就是我们现在帧率呢乘以几倍，就是让它补多少帧嘛。因为我们是制定的1秒钟8帧，我们想要它还原到24帧的电影帧速率，所以呢这个乘数呢我们给到3。下面呢这里有个高速模式，我们可以打开它，补帧比较快。之后这些参数呢，什么类似上下帧的一个过渡融合，又或者它的补帧计算系数，我们都可以保持默认。下面呢这有个 FP16的一个缓存，也可以保持默认。就这样的设置，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图像直接传给后面的这个 Famous， 这个其实就是帧序列啊，给它一个帧序列，它就把这个帧序列进行一个帧数的补齐。那最后呢出来的图像我们给到我们最后的视频合并，一系列的后期处理也就差不多是这些了吧。然后最后呢，我们还要稍微设置一下采样器这一步啊。这一步我们同样要选择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采样器，因为我们加了这个 ControlNet 了，这是我实验以后得到的一个参数。这个 ControlNet 它会对这个画面进行一些干扰，所以说我们要把它的渲染步数提高一点点。这里我们给到25步吧。那 CFG 呢也要提高一点点，给到 8.5。对于这个 latent 呢，这里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一个系数缩放，我们新建一个 latent 缩放就 1.5， 应该是放大到768的这么一个倍数啊。接下来我们就对视频进行第2次的 refiner 的一个生成。OK，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变慢了，合成的视频的帧速率没有变。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边还原到24帧，这样的话它的速度就还原了，而且每1秒呢是24帧。我们重新来让它合成一下，这个合成很快啊。那么我们把它放大来看，这个地方呢我们稍微加了一些锐化，稍微提升了一下它的分辨率，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它的清晰度就要比之前的好很多。这里呢我们先把后面的这一步瞄掉，前面呢我们来再抽一下吧。那最终呢，其实欧阳想说的就是大家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 AnimeDiff 真正去处理一个视频，我们会要涉及到很多关于视频相关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帧速率的处理，又比如说特效的效果的一些处理啊，这些都是打到欧阳之前算是一个老本行的一个点上了。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
的效果呢，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毕竟现在的 ComfyUI 呢，它还没有涉及到完全商业化专业的一个领域，有一些东西呢，其实要用一些传统的工具处理出来能更好。这个地方我直接把图像拖出来，我们直接呢把它保存为一个图像序列。那么对于这个图像序列呢，我们可以明确的对它进行一个后期的慢放，或者是一个3倍的补帧，同时呢也可以进行后期的细化调色，以及一些简单效果的应用。那么最终呢，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呢是我们 ComfyUI 已经完全加工过的一个视频，第二个呢是我在 AE 里面对这些图形序列进行了一个略微专业的处理以后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稍微对比一下啊，这样的差距呢，其实我感觉还是有的啊。OK，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欧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全部内容了，基本上包含了 Anime 现在主流的纹生图的所有操作流程了。相信现在大家已经体悟到，之前欧阳所说的啊，真的想用精了 AnimeDiff 是一件综合的事情啊，是一件长期的事情，并不是说1期2期节目我们就能讲明白的。OK， 那么对于 AnimeDiff 的初级入门阶段来说，欧阳还有个下半部分，也就是视频的重绘部分，我们应该如何的生成，来让其质量尽量的优质。好的，那么如果本期内容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就千万不要忘了点击一系列按键来支持欧阳一下啦。如果对 ComfyUI 感兴趣的朋友，也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欧阳一波。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